所幸蓝曦臣还算讲理，茶便不喝了，你们的人手还够吗？可否派遣几个随我们上山一趟？回话的人摇摇头，表示已经都被韩光君和金宗主带上山去了。闻言，蓝曦臣便不再逗留，直接上了山。刚到山脚，便看到了大批举着火把的人围在一起，金陵也正在其中。江澄一把将他薅过来：“干嘛呢？这是篝火晚会呢。”金陵正紧张的满头大汗，突然被拽走，吓了一大跳。待看清来人是谁时，大大松了口气：“舅舅，你们可算来了，魏无羡被带进去了。要你干什么吃的？他疯子你就不会拦一拦？”江澄甚是火大。金陵辩解道：“魏无羡说，这人必定做好万全之策才赶出来。若是我们偷偷跟着，可能有陷阱不说，那人被惹得发了疯，可能直接把这个洞给炸塌，所有人都会被埋在大山深处，你们连我们的尸体都找不到。”这倒是真话。魏无羡让他们待在这里之后就不见了踪影。此时天边已经透出了一线白，洞里依然毫无动静。他们不敢贸然进去，又不敢离开，只好一直守着。蓝曦臣焦急是真的，但是此时此刻确实没有办法。他对江澄道：“无羡说的有道理，不过这样干看着也不是办法。江宗主可有什么想法？”江澄抿了抿唇，他确实也有点无计可施。对方仿佛是把里面的两人当成了人质绑架了，还不给谈判的机会。而里面两个人依然在对峙着。魏无羡并不是很担心现在的状况，他依然留有底牌。他道：“我现在已经知道你所做的一切，我只要打个响指，你就能死无葬身之地。”少年并不在意：“你愿意跟我到这里来，一定是笃定了可以从我手上拿到躯壳，然后逃出去。而我敢把你带到这儿来，就笃定了你不能随便杀我。你杀了我，我就会让你永远也找不到你的壳子。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在赌自己才是赢家。”魏无羡笑了笑：“那我现在已经跟着你的要求到了这个地方，下一步呢？你想做什么？你不让我进入我自己的躯壳，韩光君怎么回去？你怎么接着做你的活尸计划？”那个少年好像也有点犹疑了。两个人现在这个状况确实僵住了，是他让魏无羡跟着进来，也是他答应让韩光君回去。他不是薛洋，他是一个有抱负的坏人，他本意并不想违背自己的承诺。他一直以来的胸有成竹突然有一点消散了，或许是因为周围纷扰的喧嚣渐渐开始归于一种诡异的寂静，或许是因为眼前魏无羡的气场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下一刻，他闪电般本能地向旁边躲闪了一下，正避开一道恢宏的剑气，眼前一道明亮的蓝色剑光流转，灵力充沛，正是碧尘出鞘。而后不待他喘息，又是3、4道灵力剑气扑面而来，眼看着几乎到了眼前，他口中飞快念了句什么，而后重重跺了下地面。并不宽敞的山洞左右瞬间探出了数只带着长甲的枯手，那些手仿佛有意识一般，将挡在了几道剑气前，转眼就被削断。在一波又一波的鬼手阻挡下，剑气在抵达少年面前时已经变得微弱很多，但还是将他的头面衣裳瞬间割破。那人就是一滚，扬了一头一脸的灰，颇为狼狈。他瞅了空子，冲对面喊道：“如此威势，想必是韩光君了。出手果然不同凡响，想是不担心夷陵老祖的壳子在此洞里被毁。”只是几句话的功夫，左右探出的断肢竟也带着整个身体从侧壁挣扎着爬了出来，人数之众几乎将整个山洞堵死，完全将两人视线断开。看来此人没有说谎，那些失踪的人确实都已经被他埋在此处。这些用来淬炼玄铁的人们已经被他动了什么手脚，即使夷陵老祖魂魄在此，也没有丝毫胆怯，前赴后继的送死。蓝忘机的剑指顿了一瞬，而后并无言语，右手一个剑花挽过，锋芒的剑意自左向右横扫而过，剑气喷薄而出，瞬间扫掉了半数的脑袋，噼里啪啦掉了一地。执剑之人依然面无表情，淡漠的瞳孔看不出情绪，调转剑尖向下，一串脏污的血珠顺着澄澈的剑身滚下，依然纤尘未染。还有一言吗？几剑过后，山洞内的躁动终于有了片刻的止息，一些被震颤下来的灰土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少年依然跌在地上，只用手肘撑着身子。这么长的一条隧道，
几乎打通了整个山。就算你带来再多的人，从头到尾的挖，你觉得等你们挖到魏无羡的壳子还完整吗？怕是早就烂得不能用了。他似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死不了，口气也越发嚣张起来。韩光君，我死了不要紧，我算什么东西啊？但是夷陵老祖要是没了，你一个人过得可痛快。再者说，夷陵老祖死一次抵了以前的血债，那这一次因为阴虎符，因为他死的人呢？说不定他自己都觉得无言以对仙门世家，自己就想以死谢罪了。韩光君，你何必？他的话音突然戛然而止，而后像是不敢置信地低了头，看见自己胸口左侧一柄长剑已经深深没入体内。他抬起手抹了下脸上的血，喉结滚动了一下，紧接着一口血便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咳了出来。你……他的眼睛里依然闪动着不甘，死死盯着隔着几层凶尸的蓝忘机。蓝忘机依然保持着如掷长矛般将剑掷出的姿势，神情冷漠。作为光源的夜明珠早已经滚到了地上，冷白的光打在他的侧脸上，高挺鼻梁投下的阴影让他的轮廓更加明暗分明，一半俊美的如玉器佛像，而另一半冷酷的犹如修罗降临。那少年又喘息着咳了几口，终于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抽搐了几下，再发不出声音来，死透了。他或许永远也不明白，为什么一贯冷静自持的韩光君会在这座山洞里直接用这种完全不服剑道的行为，如此急切地将他击杀。随着他的倒下，蓝忘机面前的一片凶尸失去了主人，纷纷摔了下去，横七竖八躺了一地。蓝忘机慢慢将手收了回来，轻轻舒了口气，他像是自言自语一般道：魏婴，不必听他胡言。魏无羡其实挣扎着想出来跟他说句话，现在不是冥想状态，两个人灵魂交流依然行不通。然而自从刚刚他被那人言论给激了一阵之后，情绪不稳，一个没留神让蓝忘机冒出来了，才有了后面两人突然的切换。魏无羡发现这短短的时间内，蓝忘机的灵魂好像已经恢复的比他强了那么一点点，他想再像先前那样强制把他顶掉线，居然不成了。他尝试了2下便被蓝忘机发现了，一股强大的灵魂压制感立刻袭来，魏无羡感觉一震，老老实实的蔫了下来。随后蓝忘机仿佛不愿再和他交流，开始调动整个身体的灵力运转起来，而后抬起手来，将灵力缓缓灌进了手指上那枚小小的戒指。这还是他们在小木屋里的时候，魏无羡跟他讲戒指的用途时提到的。因了那2条交织的壁虎尾巴，他告诉蓝忘机，只需要将灵力注入戒指上的宝石，就能感应到另一枚戒指的引力。随着灵力的灌输，戒指慢慢亮了起来，淡淡的黄光格外柔和。蓝忘机能感觉到它确实在发着热，而后开始向各个方向试探着转动身子。半晌过去，戒指并没有什么引力出现的感觉，但是蓝忘机并不泄气。魏无羡壳子埋得更靠里的可能性大一些，毕竟外面这么多死人尸骨，埋久了不定生变，所以他又开始耐心地向前一点点探索。魏无羡别的不服气，蓝忘机的耐力他是真的敬佩得五体投地，毕竟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他都亲身感受过这份持久的耐心。转眼半个时辰过去，魏无羡的灵魂缩在蓝忘机壳子里，仿佛共情一般跟着蓝忘机向前没完没了地找，看得头晕眼花。可是蓝忘机没有一点不耐烦的样子，依然专注地四处打量。真是洞中无日月，他们越走越深，魏无羡有一种头顶的山壁会支撑不住彻底坍塌的错觉。正当魏无羡想方设法要冲破蓝忘机的压制，跟他说一声歇会儿吧的时候，手上的戒指突然闪了一下光，蓝忘机立刻停下了脚步。果不其然，一股极细极微弱的引力从斜前方传来，他急走2步，戒指还在持续的闪着，而引力果然愈发明显。到了一处与周围无任何不同的墙面前，这种引力达到了最强。铮的一声，碧尘再次出鞘，蓝忘机向后退了2步，调转手腕，剑尖直指墙面，凛然的剑意愈发未发。他知道，既然那个疯子把躯壳存在这里，必然是在周围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一剑下去，不定划出来什么玩意，所以慎而重之地拎着剑对着墙比划。
魏无羡看得着急，他知道蓝忘机有耐心，可不知道蓝忘机还会这么优柔寡断。正急得想抓耳挠腮的时候，突然发现蓝忘机把剑又收了回去。